大家好，今天的主题是为什么佛经和其他文言文、古文相比更加晦涩难懂。我们先来朗诵一段。晋太元中，武陵人捕鱼为业，缘溪行，望路之远近，忽逢桃花林，夹岸数百步，中无杂树，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。渔人甚异之，复前行，欲穷其林，临近水源，便得一山，山有小口，仿佛若有光，便舍船，从口入，出极狭，才通人。复行数十步，豁然开朗，土地平旷，屋舍俨然，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，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，其中往来种作，男女衣着，悉如外人，黄发垂髫，并怡然自乐。这段《桃花源记》文词优美，语言通俗流畅，词汇简朴自然，没有太多艰涩词汇，读起来亲切易懂。我们再来看几段经文原文。金刚经，舍利子，于意云何？可以深至此意不？舍利子言：不也，世尊，不可以深至此意。何以故？此意即非身，即非口，即非意义。心经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。法华经，佛告阿难：汝今亦见此诸天人阿修罗，即以香华幡盖伎乐种种供养如来，皆悉信解恭敬，至求欢喜，手执香花以散佛上。相信很多初次接触经文的朋友一头雾水，不知其然。我们来试着解释一下。这段《金刚经》原文翻译意思如下：佛陀问舍利子：你认为用身体可以达成此意义吗？舍利子回答说：世尊，不能用身体达成此意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此意义不是身体，不是语言，也不是心念可以达成的。其中的此意指的是《金刚经》讲述的佛法真理，即一切法皆空，无生亦无灭。佛陀通过反复问答，引导舍利子进入般若智慧，领悟佛法的真谛不可以用语言表达，也不可以靠身体行为和心念来获得，需要舍弃世俗的执着，直接体验和发现这个意义。这段经文重复问答，显得有些啰嗦，但其目的是为了强调佛法真理的非语言性，需要超越常识与偏见，直接觉悟。心经原文翻译意思如下：无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无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。其中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指六根，代表感官和心识；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指五尘，代表外在感觉对象；法指一切法，包括心法和外在法；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指六尘六识作用的范围。这段经文表示，在觉悟空之理后，并不存在感官、知觉对象和识别范围之分别，超越一切相对范畴的对立思维，直观地体认一切的本质皆是空。以上简要翻译了这段经文的字面意思，它重复否定世俗一切分别之心，令人领悟空的本质，虽显得一定程度上的啰嗦，但其意在消解世俗的相对观念，直接体认空性。法华经原文的翻译意思如下：佛告诉阿难，你现在也看到这些天人、阿修罗以及种种香花、幡盖、音乐来供养如来，他们全都怀着虔诚的信仰和恭敬的心态，欢喜的撒花供养于佛陀之上。这段描写了当佛陀说法时，大家供养和聆听的场景，其中天人指神仙，
阿修罗指一种有力的神灵，香、华各种香和花卉，翻盖帐篷顶盖。祭乐指乐器乐曲，如来尊称佛陀。这段反复强调众人虔诚供养的场景，语气上显得稍显啰嗦，但意在表明佛陀说法时的威仪和大众的虔诚。和其他古代文学作品相比，佛经之所以显得较为晦涩难懂，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：一、佛经内容复杂深奥，佛经讲述的主要是人生和宇宙的根本道理，涉及人生观、价值观等深层内容，难免较为抽象和复杂。二、早期佛经大多使用古印度语写成，语言古老，后来在翻译到汉语时，也难免出现语言转换的障碍。佛经中也大量使用比喻等修辞手法，增加了其语言的隐晦性。三、时代背景的差异，我们现在读取古代语言，难免因时代思想的差异而对佛经语言的理解存在障碍。四、传承方式的限制，佛经最初是通过口头传承，后来才逐步写成文字，口头传承容易出现歧义或偏差，这也影响了佛经语言的明晰度。五、翻译质量参差，不同译者对佛经的翻译水平也不尽相同，也会影响文本的可读性。六、释义存在分歧，不同时期解释佛经的义理也不一样，这增加了佛经本身的复杂性。就像同一首歌，不同唱法或者编曲会有不同的感受。接下来我们来试着详细讲解一下。一、佛经内容复杂深奥。佛经讲述的主要是人生和宇宙的根本道理，涉及人生观、价值观等深层内容，难免较为抽象和复杂。以《金刚经》为例，这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佛经。该经讲述了诸多深奥的佛法概念，如诸法无作、无生、无灭、无垢、无尽等，表达了一切法皆空、无自性的深层哲理。意思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空的，都没有固定不变的自性，就像我们看到的梦，知道它不是真的，却也不见它从哪里来，去哪里去。这些概念本身就非常抽象，需要修行者通过长期修行体验才能真正理解。再如《心经》所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表达了色物质与空无自性的不二关系，指出世间一切都源自空性，就像水和冰本质上都是一个物质，看起来不同，但本质是一样的。这同样是极其抽象的概念，需要高度觉悟才能理解。大般若经讲述的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表明世间万物的虚幻空灵本性。意思是这个世界上看到的一切其实都像是假象，并不真实可靠。就像我们小时候以为卡通动画片是真的，长大后才知道它只是种幻觉。这种对整个世界的本质描述，其抽象程度可想而知。可以说，佛经之所以难懂，正是因为它讲述人生和宇宙的根本真理。这种真理极其抽象深奥，用语言文字很难精确表达，必须通过个人的修行体悟才能真正理解，这也造成了佛经的晦涩难解。二、佛经使用的语言和修辞手法。早期佛经大多使用古印度语文写成，语言古老，后来在翻译到汉语时，也难免出现语言转换的障碍。佛经中也大量使用比喻、譬喻等修辞手法，增加了其语言的隐晦性。一、古印度语言的难解词汇，如《般若经》中提到香度母贪着，这里的香度母二字指的是干姜，这是一个古印度的产物名称，对汉语读者极不熟悉，需要查资料才能理解。古印度的一些词汇对我们来说很陌生，就像我们读不懂其他语言中我们不知道的专有名词一样。二、语法结构冗繁复杂。佛典巴利语有非常复杂的词尾变化和语法结构，一个动词可以根据时态、数、人称、
语态等变化出200-300个不同词形，这对我们理解造成困难。就像读古文一样，古人说话的方式对我们来说不熟悉。3. 修辞手法生僻难懂，如八大人觉经中佛音无边诸牟尼，一音达诸佛国土，这里使用夸张手法，让人难以想象佛音能传遍无数佛国。佛经中有些修辞手法让人无法直观理解，比如用夸张的说法描述佛的能力，这需要我们体会其中的意境，不要狭隘的字面理解。4. 比喻难于领会，如《楞严经》用水月比喻万法的虚妄本性。佛经中的比喻不像我们日常的比喻那么直白，需要自己有一定的修养才能理解其中的禅机。就像讲一个深奥的笑话，如果听者修养不够，就笑不出来。3. 时代背景的差异，我们现在读取古代语言，难免因时代思想差异而对佛经语言理解存在障碍。从历史角度看，佛经讲述的很多思想对当时的社会影响深远，但今人可能不了解其历史背景，如无我思想在当时具有革命性，否定了传统的种姓制度，但对今人理解无我还需要一定的历史知识。在古印度时期，种姓制度森严，人的地位高低完全由出生决定，祭司种姓地位最高，称为2次生，奴隶种姓地位最低，称为首陀罗。佛陀提出无我思想，认为众生平等，一个人的高低贵贱不是由出生决定，而是由其行为决定。这一思想否定了种姓制度，因为如果人人都无我，则没有区分贱与贵的依据。从语言学角度看，梵文中我的对应词是 Timan， 它原意是灵魂、自我。佛陀使用阿毗达摩 Abhidharma 体系，提出五蕴说，认为所谓我不过是五蕴和合的假名。五蕴是色蕴、受蕴、想蕴、行蕴、识蕴，这五蕴并无永恒不变的固定实体，所以所谓我也就不存在。可以看出，佛陀使用语言学方法对我进行分析和否定，从而否定了种姓制度，让人们明白一个人的地位该通过个人才能和品行来决定，而不是简单的根据其出生所属种姓来划分高低。这对当时的印度社会有深远的影响。4. 传承方式的限制。佛经最初是通过口头传承，后来才逐步写成文字。口头传承容易出现歧义或偏差，也影响了佛经语言的明晰度。佛陀在世时，弟子们主要通过听闻和记忆来学习佛法，这属于口头传承。口头传承有几个特点：一是容易出现歧义，口头语言相比文字更具多样性和灵活性，传承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来传述，这可能产生不同版本。就像我们玩传话游戏，多传几首肯定会出现理解错误或偏差。如果我们现在还靠口头来传佛陀的教导，肯定也会把内容讲岔乱了。二是更依赖于情境影响。当时佛弟子们深受佛陀个人魅力影响，看到佛陀的言行就能明白其中含义，但这种情感和情境不容易完整复制。三是记录不完整。口头传承依赖记忆力，随着时间推移，记忆会产生偏差甚至遗忘，这就需要经过长时间口头传承后的语言修辞化，使其容易记忆和传送，但这也降低了语言的明晰度。佛经广泛记录口语，这增加了其语言生动性，但口语本身也存在歧义，加上口头传承的种种限制，佛经语言的明晰度相对较弱。后世佛教语言转向文字记录，使意义更为固定，但口头传承时期的语言特征并未完全拨乱反正，依然对佛经语言产生影响。早期记录佛经的方法不规范，没有把佛陀所有说教内容都原封不动记下来，这就像我们上课记笔记，可能会遗漏或记混教授的某些要点。
这也会导致佛经内容不完整。5. 翻译质量参差，不同译者对佛经的翻译水平也不尽相同，也会影响文本的可读性。佛经内容博大精深，要准确传达其深层意义，翻译工作尤为不易。不同时期出现过许多翻译佛经的大师，但由于其佛学修为和语言能力不同，翻译质量参差不齐。例如鸠摩罗什大师，他文学造诣高深，擅长运用朴实流畅的白话文翻译佛经，让深奥的佛法义理通俗易懂。但其弟子极多并不精通汉语，有些翻译显得笨拙生硬。《金刚经》是佛教重要经典，早期由鸠摩罗什翻译了汉译本，其中第4段内容是：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可以深的诸法实相否？不也。世尊，不可以深的诸法实相。这段译文通顺流畅，语言朴实自然。而同一段经文，由鸠摩罗什弟子极多翻译的版本是：须菩提，汝以为何？以色深得诸法实性不？不也。世尊，不以色深的诸法实性。可以看出，极多直接生搬硬套，没有灵活运用汉语语言特点，导致译文笨拙生硬，不如鸠摩罗什翻译的可读性强。译者的语言能力对译文的通顺、流畅有很大影响。同一佛经的不同译本，其可读性会因翻译者的差异而不尽相同。再如玄奘大师精通梵文和汉语，但其弟子译经的汉语能力较弱，有时难以找到恰当的汉语词汇来传达精确的佛学概念。玄奘大师翻译的《诚实论》第4卷中写道：悟入实相，灭诸戏论。戏论在这里表示邪见或虚妄见解。玄奘使用戏论准确传达了梵文 Vitatha 的意思，而译经翻译的大智度论卷42中遇到类似语句误入实际，灭种种戏谈。译经直译梵文 Vitatha， 没有运用通顺的汉语词汇，而是简单拆解为戏谈，失去了谬误见解的意味。这里证明翻译佛学术语对语言运用能力有很高要求。玄奘大师汉语造诣高，能找到词汇精确传译，而弟子译经相对词汇表述能力稍弱，导致某些译文不那么贴合汉语语境。可以看出，翻译佛经对语言能力和佛学理解都有很高要求。译者的不同，使翻译版本在可读性和准确性上也有差异，这给古今学者理解佛经的原意带来一定困难。我们在今天阅读不同版本的翻译佛经时，都需要注意这层语言和翻译的背景，以获取正确意义。6. 释义存在分歧，不同时期解释佛经的义理也不一样，这增加了佛经本身的复杂性。就像同一首歌，不同唱法或编曲会有不同感受。同一部佛经，在不同历史时期，由不同学者释义，确实会有分歧和偏差。例如对心经中空的解释，鸠摩罗什强调空指世界万物皆空，无常变化，但晚唐的显首宗师则解释为真如之意，即万法的真实不变的本性。在鸠摩罗什译的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中，空这一核心概念被解释为非空、非不空，表示一切法皆空，没有固定不变的实体。这与原始佛教空观思想一致，但在晚唐显首宗师的注释中，他引用了真如这个概念来解释空。他写道：空者，真如也，一真法界之体。他认为空即真如，是指万法的真实本性，这显然偏离了佛经对空本来的解释。显首试图从真如的角度来释义空，这和当时佛教思想中真如法性之说有关。他的解释超出了佛经原文的本意，而是融入了自己的学说，这增加了对空概念的解释难度。通过这个例子可以看出，不同时期的释义可能会有分歧和偏差。我们在学习经论时，
需要注意语言的演变和注释的历史背景，以获取准确的解释。再如对色空的解释，有见解认为色即是空，色空不异；也有见解认为色空有别，空指涅槃，色指世界。色空原本意为一切有形质的事物本质都是空的，色形质与空不可分离。但后来出现了以下两种不同解释：一、色即是空，色空不异。如天台宗的智以大师认为，一切万法包含其自性空相，所以色与空是不可分割的。二、色空有别，空指涅槃，色指世界。如三论宗的吉藏大师认为，色是世间法，空是出世间功德，色与空有明显区分，这两种释义存在分歧。第一种强调色空一体，第二种强调色空二分，这增加了学习者对色空概念的困惑。通过这个补充，可以看到同一概念色空也会由于时代与见解不同而有不同注解。我们需要注意释义的语言和历史因素，以正确理解经论的真谛。佛经之所以难懂，归根结底是因为它承载了佛陀对这个世界最深刻的洞见。正如开篇所引用的《金刚经》所说，佛法的究竟意义不可以言语表达，也不可以以身心行为来获得，只能通过直观体验才可以领悟。我们在阅读佛经时，需要牢记它的目的，就是引导我们超越世俗层面的思维模式，开启智慧，获得对真理的误解。其次，佛经作为古代文献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语言生疏、时代背景模糊等问题，但这些外在形式上的障碍不应阻碍我们获得其内在的价值。我们需要运用语言学和历史学知识，了解佛经产生的具体语言环境和社会背景，以消解这些障碍，准确把握其核心精神。最后，学习佛经要采取渐进方式，从简单和基础的经文入手，深入浅出的参悟，并在名师的指导下解惑。同时，还要结合自己的生活实践，使佛法的智慧内化于心，而不只是停留在语言文字层面。如果我们抱着开放求学的心态，并赋予现代学科知识的助力，就一定能从佛经深色的外表中发掘到改变心灵的无价宝藏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